一碗猪脚饭居然要蹲着吃才香，来搞包苦一碗吃。一个醒狮酥怎么就成了不忍下嘴的美味？看到的炸可能就5分钟，做的话就要5个钟。一条东京鼠变身成小丸子，竟然要这么多工序。世间美食千万，唯有碳水最解馋。老广的味道之碳水情缘。碳水，幸福的能量密码。碳水入腹，快乐破土。生活奔波时，碳水是挚友，暖了胃，满了心。在人间烟火中，老广们制造的碳水更是丰富。长的粉，方的糕，圆的果，续上心火，抚慰人间冷暖。在中国，有着南到北麦的饮食格局。北方的碳水以面取胜，南方的碳水则以米为王。农历10月，广东大部分地区的晚稻迎来收成，沉甸甸的稻穗香气扑鼻。农户们趁着晴天开镰收稻，来回穿梭的收割机在金黄的稻田里奏响丰收交响曲。一大早，朱永飞便在自家的10亩稻田里忙碌开了。伴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声，金灿灿的稻谷堆成小山。因为经营着远近闻名的簸箕炊店，大米消耗量大，朱永飞家算是这一带的种植大户。每年的晚稻从种植到收成，朱永飞都要自己把关。经过3、4天的晾晒后，入库存放，这批稻谷将是他们家未来大半年的收入来源。凌晨3点，丈夫尹庆松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chuẩn bị xây mới như là cái đó như chắc đến lúc sang xì cái nào mình sẽ cầm cái này treo lục treo nhặt thì tôi đi đó。每日新鲜供应的簸箕炊，原料只是简单的大米和水，制作却十分繁琐，有1磨2炊3淋油的说法。把提前3小时泡好的25斤大米磨成米浆，刚好是1蒸箱的用量。传统簸箕炊是石磨米浆，现在多数改用电磨。不过一样讲究浆液均匀，这样蒸出来的簸箕炊口感才会更好。以前我哋用嗰啲大鑊，次次係32個噶嘛，依家係50個嘛。蒸屉热好，尹庆松快速拉出一个个簸箕，淋上一层薄薄的米浆，完全蒸熟后再淋上一层。这套动作每一盘都要重复5次。我哋擺多一層就要多10幾分鐘啊嘛，消耗時間、人工咋，即唔夠咁長，啲口感唔同啦，多層數就油熱，嗰啲彈性比較好啲啦。做咗咋幾年、30年啦，而家我係苦大人啊。天微亮，女兒尹婷也起床來幫忙。雖然從小耳濡目染，但操作起來，父親依然要求嚴格。慢啲咧，冇出嘅。踩入邊咧，字啲喎，好多脆嘅喎。哦。放埋啲浸面咧，一少少少。好啊。因為以前要唔翻㗎。唉，我做嘢，而家用我做鬼人女，最討厭。依家我翻嚟啦。細個時候蒸冇識蒸，就會蒸到會爆屁爆裂。在我媽嘅面前係可以閃過間嘅，但係在我爸嘅面前仲差少少水平。係，年輕咧可以講。層層蒸透的米漿將簸箕疊滿，蒸透後馬上要出鍋晾涼，才能保持柔軟又不失彈性的口感。在粵西地區，
传统米制小吃被称为禾。因为采用竹篾编制的簸箕为程具，簸箕炊在当地也叫盖禾。簸箕损耗快，现在有些店已经用不锈钢盘替代，但依然有人钟情于用簸箕制作的老味道。吃的时候切成菱形小块，撒上芝麻、香油，而秘制的蒜丝水是点睛之笔。刚做出来的簸箕炊，入口层层叠叠，细腻软滑又富有弹性。喜欢吃辣的，还可以加上自家制的辣椒酱，让簸箕炊在口中上演风味三重奏。早上7点，第一批做好的簸箕炊准时到店。好，我女來，就cô dâu，每次來都係買個料糊，一個對佢哋食。做農時候就炊俾我老豆賣，到我結婚回去咁嘅，我老公同埋我啲仔女就炊俾我賣。你幾多㗎靚仔？一個係咪？朱永飞家的簸箕炊，從父輩挑擔子、走街串巷，到如今有了固定店鋪，歷經50多年。也收穫了一班從小吃到大的食客。同其他嘅唔同，或者比較白口、比較爽嘅比較好嘅。我外公之前同我媽講，你堅持做好呢樣嗰一日嘅話，你以後都會做得好好。我媽真係做到嘅。食客的肯定，也讓尹婷今年下定決心留在家裡幫忙。我要似我媽嗰個樣子，媽媽堅持做一樣事，就以後佢哋又會嚟揾我。問題我會嚟揾你食一日的。除了簸箕炊，本地人鍾情於各種類型的禾。如今尹婷已經成為家裡做禾的能手。壽桃禾是用糯米粉製作的另一種小吃。一般過年就會做喜事啊，都會有呢個鴨。南方會以呢個壽桃鴨放燈裏面去做一個聘禮嘅。加入花生油揉製的粉團，軟糯雪白，包入炒熟的脫皮綠豆、椰絲、花生、芝麻等餡料，印上模具，皮兒薄餡兒足。蒸熟出鍋的壽桃禾，外皮軟糯香甜，粘性十足。綠豆綿軟，花生香脆，口感豐富，回味無窮。農忙時節，各種禾是粵西人一天消耗下來的最強補給，給質樸無華的稻米粗糧增添豐饒的滋味。是在食物中寄托的生活期許，把平淡變得美好，只需要精耕細作。肉與碳水天生絕配，二者搭配起來的飽腹感與幸福感相得益彰，這是口腹與心靈的雙重滿足。凌晨2點，位於汕頭澄海的張東綜合批發市場燈火通明，批發蔬菜水果的商戶來來往往，絡繹不絕。市場外，有人四處張望，有人翹首以盼。凌晨3點，一個男人準時出現，捲閘門升起，先前等待的人們便圍了上來。長條凳一登場，老熟客麻利地搶佔最佳位置，身子一貓，小碗端起，運快如風，幾分鐘就能扒拉見底。要是吃得不過癮，手一伸就能再添一碗。凌晨3點到5點，
是营业高峰，斩刀与砧板的碰撞声没停过。这间没有招牌的小店，仅靠门头“老龙”2字辨识。行走江湖，靠的就是一碗猪脚饭，每天吸引一众食客深夜奔赴。在澄海，猪脚饭有半碗碟的别称，就是在盛有半碗米饭的碗中叠上卤制的猪脚，再点缀爽脆咸菜，淋上精华卤汁。有这个传统，全因猪脚饭以前是码头劳工和商贩的早餐。对干体力活的人来说，早上吃粥不耐饥，吃饱饭又太过，半碗碟恰到好处。人习惯，伊食做阿咪来到堡区，因为徛到人有苦才接白起来食。对一道菜的最高评价是下饭。面对碳水与油脂的绝佳搭配，没有谁能抵挡住诱惑。蹲着吃更能感受这江湖美味的精髓。當水椒過，啲嚟食都就真係好食。你嗱半個冇識都係食回，聽回嚟個聽嘅。我呢波我哋背白通啊，你時都唔敢。我個學下白掉你個咬啊，你真係食水學啊。人稱老龍的李龍泉，為何有這麼大的吸引力？還得從他的招牌豬腳說起。老龍家的豬腳飯原材料選用的是豬蹄和肥瘦均勻的五花肉。處理豬蹄，兒子小龍是高手。潮汕豬腳分為2大門派。一派是惠來龍江，一派為澄海東里。與龍江豬腳一整隻滷制不同，東里豬腳要對半分開。切斷骨頭是為了讓骨髓融入滷汁，令豬腳更易入味。食材處理乾淨整齊碼入鍋中，終於輪到老龍登場。豬腳好吃的關鍵在於滷，各種調料的比例是老龍秘而不宣的獨門配方。相對龍江豬腳的濃醬滷香，東里豬腳追求的是肉香原味。老龍、豉油、鹹這個湯到水這加開滿。74歲仍堅守在鍋爐旁，老龍腦子依舊靈光。光是火候就要反复調整，才能保證將近200斤一鍋的肉煮熟煮透。起頭會咩較大，現在伊個肉，伊個外頭你當起來了就條大，伊肉就順風四周伊個力，全部外面就會硬，會胖。5點鐘你估會夠，另佢哋個辣就走會出，伊個雜味也走會出。老龍49歲時才從大貨車司機轉行做餐飲。怎樣才能在豬腳飯紅海的潮汕地區突圍？老龍花了近2年的時間，終於研究出了凍豬腳的做法。我開始的時候也是做些個，先呢伊殺個時間伊多看啦，你家己個冇辦法做，但是呢你冇殺伊啦。所以伊個力就唔夠胖，接下來處理，力阿咪個效果又好，食得不香，剛熟啊，成功貴啊。經過燉煮的豬腳和肉吸足了滷汁，皮焦肉爛，油光水滑，酥香軟糯的入口即化。再經過降溫冷卻，滷汁凝結，如啫喱掛在肉皮上，散發着濃郁的滷香。被滾燙的米飯一逼，滷汁和肉汁緩緩地融化，滲入香米飯中。顆顆米粒兒瞬間煥發光彩，不勝銷魂。大吃一口，軟糯油脂和膠原蛋白在齒頰間肆意狂歡，
这时再饮一口粥水煮的好仔汤，鲜香解腻，又可以再下3碗米饭了。东里张林曾是粤东最负盛名的港口，经济实惠又耐饿顶饱的猪脚饭成为碳水江湖里的翘楚，码头劳力追捧的良心美食，流传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。如今老龙的猪脚饭店也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深夜食堂。独创的冻猪脚不但为周边的众多打工人提供能量，甚至吸引了一些食客驱车几个小时赶来捧场。生意好的时候，店里1天就能卖出2000多碗。我薄里薄小，养猪的客在，才能对我过真真，人吃远过远来找我们，食了来有诚心，人就那食了觉得。老龙对猪脚饭爱得深沉，至今身体力行不退休。1天1碗猪脚饭，满满的碳水能量，转化成老龙脸上的神采奕奕，也成就了潮汕男人的专属浪漫。广东不产小麦，但丝毫不影响老广对面食的品鉴能力。云吞、面条、叉烧包以及各式点心，老广用巧手让面食在岭南食谱里拥有了一席之地。佛山是醒狮的发源地，谁能想到威武可爱的南狮跟点心也能擦出火花？今年26岁的陈晓东，学厨已有9年，最擅长的就是制作粤点。酥点制作是个精细活，一个醒狮酥的诞生要经历揉面、开酥、冷藏、切酥、塑形、组装等10个步骤，环环相扣，制作下来至少5个小时。19年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一次，就是在参加比赛的时候，然后当时被评委骂了一顿，因为我们做的那个是白色的醒狮，通过了解之后才知道白色的醒狮是出现在祭祀上面的，然后后面就慢慢认识网上的武阳老师，跟他学习他这个制作的醒狮酥的方法。制作酥点，开酥是关键的一环，要想达到124层厚薄均匀的效果，陈晓东经历过无数次推倒重来。每个醒狮酥的配色大概有5种，每种颜色都要另外开酥，一种颜色开酥要1个小时。与扎制狮头相似，醒狮酥的诞生也犹如塑造一件艺术品。狮子绒毛最考人，要在1厘米宽的酥皮上切45刀以上。最后的拼装也是一门技术活。嘴巴、眼睛、眉毛等小部件拼完至少需要1-2个小时。曾经被老师说手大不适合制作面点的他，如今用心灵手巧来形容，一点儿也不为过。当时为了把这个做好，我们是跑去了那个醒狮工厂里面，就看了他们那个扎装薄染这个过程，就是一开始扎那个醒狮头的，就跟我们一开始打的那个地基很像。其实我们做的醒狮的时候，就是跟他们原本的那个醒狮的步骤是对应的。经过高温锤炼、绒毛舒展，原来的面点脱胎换骨，一个活灵活现、细腻逼真的狮头出现了。醒狮文化中，凡新狮头都会有点睛的仪式，以此赋予狮子生命和灵性，所以也叫醒狮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陈晓东将醒狮酥的视频发到网上，
一夜之间火遍全国。于是，各种造型的醒狮酥诞生了。2023年，陈晓东更是研发了72种不同造型的国潮主题酥点，荣获大世界吉尼斯青年纪录。你自己试过没？够不够时间冷冻啊？够啊。平日里，陈晓东是顺德中专学校的一名老师，主教西餐制作。你里面还加了什么？那个栗子有处理过吗？但课余时间，陈晓东更喜欢研究中式面点。学校也给陈晓东成立了工作室。每到寒暑假，总会有各地慕名而来的学员。2个3，2个4。盖上布让它静止一会儿就可以，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就可以。你去帮忙卸那边。这个木头是我们面点师的宝贝啊。最近，陈晓东和学生们有一件大事要办。就雕一排嘛。但是我是想着做一个工作室而已。刚好小胖他跟我说他读不了大学，那读不了大学那就出来创业了。我当时蛮生气的，他说读不了大学的时候，我还是想我的孩子去读书。第一次开店，学生们都很兴奋，从店面设计到装饰，全部由学生们自己操办。我高中的时候是推了辆3轮车，像那种，现在是有个店面，下一步就是米其林了嘛，对不对？一步一步嘛。他们在跟着我一起的时候，我也学了很多，像这种灯箱啊、这种布啊，还有那个玻璃啊这些，我也不知道会去哪里找。经过1周多的筹备，点心店迎来了开业的日子。欢迎光临东厨虾饺，今天我们新店开业，可以过来看一下。可以过来尝一下。中间的话有我们的一个传统虾饺。在广东，碳水不仅是主食，更可以是各种精致的点心。小店主打新鲜现包的虾饺，吸引路人驻足。雷东区食蝦餃，我觉得他们实战经营的话，会比他们在课本上面就老师说了一大堆之后，但他没有办法动手，这种感觉会强很多。从下午到晚上，店里客人一波又一波，家人的捧场也让陈晓东感动。陈晓东的爸爸也曾是一名厨师，深知餐饮业的辛苦。一开始，父母并不支持他学厨，陈晓东直到职中志愿录取了，才告诉父母。很生气，吵架，男女混合双打，这都痛哭啊，又不等他说他又发脾气啊，哎，就知道这事业他很辛苦，很吃得苦，现在很开心，很开心。现在从中职到大专，再到烹饪专业的本科，陈晓东用行动一步步向父母证明自己能实现梦想。为传统点心重新点睛的同时，也点亮了学生们的未来之路。开店当店长，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会特别开心，因为我会发现我自己喜欢的那些东西能在东哥这里展示出来，能发掘出我自身的潜能。今天我们的晚宴的主题是生日和碳水，有请第一位选手。各位评委老师们，晚上好。每年生日，陈晓东都会组织学生们进行厨艺创意比拼。学生们根据主题各自发挥创意，有好评，也有黑暗料理。虽然大部分都是新生，但大家为了更好的未来，都迈出了小心翼翼的第一步。祝陈晓东老师生日快乐！碳水的话，我就想到用米饭，奶油上面的是一些栗子碎，用勺子挖下去吃的第一口，哇，你发现是一个焖饭。没有，他刚当时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觉得很黑暗。可乐鸡翅有点太过于单调，我就把鸡翅换成了猪肉，
哇，你很有勇气哦，在我面前做包子。想做成生日蛋糕形状，但是做的可能有点丑。这个土豆泥就跟我说，我很丑，但我很温柔。然后上面是一块麻婆豆腐，里面酿的那个我自己炒制的炸酱，也是东哥教我第一道菜炸酱。做这3道菜，分别祝福大家长寿、昌寿、火旺，恭贺东哥又长大了1岁。看到现在的学生，陈晓东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他相信这些刚踏入厨师行当，还如白纸一样简单的学生，也会有开窍点睛的一天。他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轻人为自己的兴趣爱好一起努力，也让大家对厨师这个职业有更多的认可。万山成一绿，万绿成一湖。华南第1人工湖河源万绿湖是粤港数千万人的重要饮用水源地，也成就了河源人制作一切碳水的先天优势。其中软滑爽口的河源米粉，便是河源人从早餐到宵夜都离不开的美味。凌晨4点半，整个河源还在沉睡，袁国营和妻子林少君已经起身为一天的生活忙碌了。你那个大盘呢，拿出来啊！新鲜的猪骨准时送达，肉上还留有余温。小小的厨房里，几个人麻利的分工合作，食材处理有条不紊地进行。新鲜杀，后半夜杀的，一般情况就150左右，礼拜有时就多一点，礼拜有时160、170、180都说不定。不要用冷水，一定要烫水，没用的东西啊，油啊、白色的这些全部都要去掉。有些部位你不去掉，它会腥的。习惯就不累，习惯就很好看的。哪一行都辛苦呢？你别看那个杀猪的、卖菜的那些多辛苦的，是吧？骨汤要好喝，骨头量不能少。作为河源第1家早餐卖猪骨汤的店，这锅汤30年来从没有科技与狠活，全靠袁国营对新鲜与原味的追求。做每一件事你不用心的做不好的呀，每天成本要几千块钱呢。像我们自己去买骨头来熬汤也一样啊，冻的跟不冻的熬起来那股清甜味肯定不同的啊。我们对味上还是要比较讲究的，因为看起来比较舒服，自己也每天要吃啊，是不是？熬煮骨汤需要时间，袁国营开始处理8刀汤的材料。主要就是粉肠、猪粒、猪肺、猪肝、猪肉，还有冬菇。当然，一切食材只是配角儿，河源美食的扛把子还要看本地产的米排粉。包上它就它捞起来，它就自然会软掉，就很好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晨之计在于粉。每天早上的准备时间总是十分紧迫，夫妻俩与工人各司其职。临近7点，一切终于准备就绪，小巷热闹起来。将米粉浸入沸腾的骨汤中，筷子撩拨，烫1-2分钟就快速捞起。本地人习惯称米粉为米丝。丝丝米粉吸附了骨汤精华，滑嫩的米粉还保留着稻香的细腻与温润，配上鲜香的猪骨汤，狠狠吸一口香气，清晨整个人都被唤醒。嗦粉要去街头巷尾，吹一下，吹一下，在热乎乎的晨光里，
1碗猪骨汤，1碗米粉，搭配几个肉丸，汤清味甜，猪骨软烂，米香肉香飘满整个小巷。不爱吃汤粉，也可以选择蒸米粉。蒸米粉水分少，口感更筋道弹牙，再加点青椒圈，唤醒沉睡的肠胃，提振拼搏生活的精气神。吃了10来年了，10年如一日，嘎嘎好吃，天天不吃天睡不着，吃早餐必选之地。经常吃辣的，现在吃点这个感觉很舒服。以前跟他谈恋爱的时候，来到店里，感觉总是觉得他们生意很旺很忙。我几乎都是来这里都是要帮忙，帮了才去上班的。有时放1、2天假，客人好多有意见的。我们放假那些熟的客人都得去通知他，就是说。来过好多次了，他这边骨头很新鲜。对啊，很新鲜。一定是吃大骨米丝，辣椒圈才是灵魂。河源人如果说吃米丝没有辣椒圈的话，就是感觉少了点什么。说起这灵魂辣椒圈，出自袁国营的精心炒制，经常早市还没结束就清光了。吃外面桌上。加了青椒圈，本来温柔的米线立即多了2分泼辣野性。老板，高温2瓶牛腩来。自插，今年呢？河源米粉是百搭的，不想吃猪骨，也可以选择8刀汤，或者搭配牛腩。提前焖好的牛腩，酥化的起焦，又是另一番浓香。等到全部米粉卖完，已经12点，日复一日，夫妻俩经营的这家小店，以每日辛劳撑起全家生计。生活就像千缠百结、头绪万千的米粉，但在他们手中，依旧能被处理得平平顺顺、安安稳稳，依靠自己的双手，把日子烹制得有滋有味。在潮汕，食物千变万化，形成了恢宏宇宙，而碳水食物的品种之多，堪称是这宇宙中的庞大星团。炒糕果店，猪油滋滋作响，煎得金黄的糕果搭配海鲜与芥蓝炒匀，最后还要加上1勺糖粉，碳水蛋白质双重叠加，咸甜梦幻组合才是潮式碳水美味的正确打开方式。深夜开在市场里的宵夜店，让人放弃睡眠排起队，只需1碗新鲜出炉的猪肉汤粉面。在潮汕人心里，吃饱吃好可是1等1的大事。每天不到11点，位于汕头乌桥的3元饭堂门口都会排起长队。好食，人係糊，人係條巨呢，無對嗱，人係白糊度，你迄個叫做白糊度。每天都會有肉啊。有人就愛食山海的面，我面煎。小小的店里，萧毅和义工们正在灶台忙碌。这是一间特殊的饭堂，没有固定的厨师，也没有固定的菜式，却是附近一些老人每天固定的去处。虽叫3元饭堂，但分文不收。有一次，我们朋友之间递烟嘛，烟比较贵，3块钱1根。那我说，其实你抽1根，我抽1根，6块钱就可以做一个饭盒，帮助别人。作为3元饭堂的发起人，萧毅是在做公益的时候，产生了开办免费饭堂的冲动。有一年过年去老人家里送米跟送油嘛，有位眼睛看不见的老奶奶，桌上的那个饭已经发霉了，但她看不到，她还在吃了。那我觉得说给他们米跟油，还不如就每天在我们方便的情况下给他们煮个饭送过去。从2016年开始，3元饭堂每天为附近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、残疾人等提供免费的午饭和晚饭，
9年来送出爱心饭盒几10万份。免费午餐在这里成为现实，不方便来拿饭的义工陈丽英也会送上门去。Mừng lắm em. Má chào hả, má chào hả. Thế đó là ngày u năng là ngày bò năng. Ý trôi chụp kè à, chưa chụp chưa và kiếm chiếc sáng má chiếc lai ý đã bỏ khử thế đâu. Cảm thọ kè thì cái chứ là ta bỏ mấy cái. Mà平時都有直落嘅，能冇得打省打長。係好似係個姜鐵啊，定呢十俾嚟就我唔知住個，食落好即係。攞粒再能收。呢個我會呢，直咩執沙，直咩真係執開。从最初一天提供20-30份盒饭，到如今每天200-300份，有时1个月的食材费便将近7万。为了降低成本，萧毅往往会选择凌晨到批发市场采购。45，其實10斤幾好啊？大家見啊，我試下啦。青零幾隻隻？俾我好。冇那有咩解就食咩解啦，要煲就咱再來煲嘛。解過就調改善瓜子生活嘛，咱家兼職先生冇就馬的當潮做就改善生活啦。死鮑魚才會硬，新鮮的鮑魚不會硬的。很多老人，你像蛋糕啊、鮑魚這些，他沒吃過嘛。本身這個東西又不貴嘛，你讓他們試一下。食物的意義不就是讓每個人都嘗一口嘛？我們過年煮盆菜是有龍蝦的，但是我們給不了很多，每個人吃一口。在想辦法讓老人們吃飽吃好這件事上，蕭毅樂此不疲。輪班嘛，所以我負責下半夜嘛，廚師他們負責等一下煮飯嘛。反正這個事情你開心你就去做嘛。喝酒它也是一種快樂，旅遊也是一種快樂，對吧？你可能你幫助別人，人家跟你說謝謝，真的也是一種快樂嘛。只是大家得到快樂的方式不一樣嘛。除了工作，蕭毅大部分時間都貢獻給了3元飯堂。好在這些年他從未孤軍奮戰，現在飯堂有了5個常駐義工。曾經來領取盒飯的劉姨便是其中之一。每天早上7點，78歲的他總是第一個到達。我出了冇意思，我就嚟下，我哋冇嚟嘅你少水，我嚟少水。而家我是唔敢叫咯啊，我諗每我家己嚟嘅你少水，我就讓佢做起嚟。現在我媽都窮對你，佢哋能直接同我知道，我老婆死咗。你夠不夠？再給你一個。你的水果你自己有拿嗎？許多人會稱呼蕭毅為蕭總，把他當成領隊，但在他看來，3元飯堂堅持這麼多年，有賴於一個個義工默默的付出。丁峰是飯堂掌勺的主力，無論什麼食材都能輕鬆駕馭。中秋的硬菜鮑魚燜豬肉，搭配新鮮蔬菜，色香味俱全。備菜、煮飯、打包，義工們持續接力的身影，在這窄窄的通道裡流轉。好，這些物資就留給老人，物資留給老人啊。別拍我呀！拍他們，拍他們。今年默默堅守9年的3元飯堂，在網絡上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，每天送物資的人多了起來。讓人意外的是，曾經在這裡領飯的老人，在賺到錢後也會買食材送過來。人心肉長的嘛，你對他好，他真的會對你好了。像那個白頭髮那個大叔哈，他雖然沒有經濟收入啊，他沒有其他能力啊，但他路上看到紙皮啊、塑料罐，他撿過來給老姨賣啊。大家在自己能力範圍內能去做一些幫忙別人的事情啊。中秋佳節，烏橋島一直有拜月娘、賞月的傳統。蕭毅和義工團隊把老人們聚在一起，熱熱鬧鬧過個節。可以吃，可以吃，你們自己拿哈。
对许多空巢老人和在异乡讨生活的人来说，3元饭堂提供给他们的不仅仅是果腹之物，更是一种胜似亲人的温暖。来吧，这个肉呢？哎呀，照顾到位就行。好，哎，你们这吃好我就开心了啊。3年来这个今天太开心了，鸡肉、鸭肉、海鲜太丰富了。我们家人都想不到，你们都想到了。古往今来，圆满从非天赐，而是源自有心人点滴的积攒与经营。正如碳水对于生命，最珍贵的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雪中送炭。快乐！制作碳水，老广天赋异禀，搓圆捏扁，成粉变饭，出尽百宝，无惧烦难。广东连续1个多月的雨水，让种植户都十分焦急。趁着连日天气晴朗，汕头濠江礼前社区的陈增灿和村民们赶紧种下最后一批冬青薯。这个米是喺当家做，能做埋行名是叫做德奧。這番德奧是做喺廣上新咩，但是都算啲苦，主要是做到喺當家做嘢。家己整啲嘅，然後就是哦，親戚朋友啊，點解去人哋，然後佢就整。所以人地嘛，冇人整啊，大家。因為少以前冇人整，都是等我往來整就開始人家整啊。地处南海之滨的礼前村是一处有着500年历史的古村落，种植冬青薯近100年。低山丘陵冲击平原，独特的环境气候和沙质土壤为村民种植冬青薯提供了天然条件。不过，由于效益不高，以前农户们基本上都只是小面积种植，以供自家用。2019年，礼前村成立礼前种养专业合作社，开始规模化种植冬青薯。陈增灿看好冬青薯的前景，2020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濠江，成为合作社里最年轻的一员。不会的就跟村民学，一边搞种植，一边拍短视频做电商。陈增灿让冬青薯名声在外，效益上去了，村民们尝到了甜头。在合作社的带动下，礼前的冬青薯种植从原来20-30亩到如今将近200亩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冬至过后，冬青薯终于迎来了收成的季节。清明節後整，然後當作鬼後整，就成。做嘢啊，煮俾人估差唔多翻1個月頭頭吧。你看唔對人要食個錢啊，當作熬就是做嘢啊。这2年合作社虽然扩大了种植规模，但看天吃饭，冬青薯的收成并不理想。食飯就是咱冇算就農產經，本年雨水比較低，咱雨水就低，個煮嘅產量就偏低。今年年頭嘅水也是有了低，就是驚那個煮愛冇咩風。收成全靠人工，埋在地里的冬青薯盘根错杂，挖的时候要把握好角度和力度，才不会把冬青薯砍断。新鲜出土的冬青薯，根部结薯像个纺锤，个头大小不一，像冬笋的瘦身版。冬青薯的冬青2字，传说与福建东山岛周边海域旧时叫冬青有关。这种快茎植物学名叫竹芋，又称竹根薯、冬粉薯，原产于南美洲，至今有7000多年的栽培历史。自清代开始，从西印度群岛传入中国。
洗净后的东京薯皮浅黄，肉雪白，带着丝丝纤维，淀粉含量高。蒸熟后香香糯糯，吃了顶饿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就是普通人家填饱肚子的神器。东京薯有降火的功效，可以用来煲汤。挑选纤维少一点的东京薯，切厚片与猪骨同煮，会煲出淡淡的玉米香，清热润肺。不过在潮汕，东京丸才是东京薯最常见的归宿。收回来的东京薯一般选个头大的来制作，轻轻剥去外皮，洗净，再用特制的磨钵将薯块磨成沫，这是本地村民多年保留下来的传统制作工艺。在错落有致的齿纹摩擦下，淀粉展露出颜。磨好的薯泥还得放在纱网兜里，一边冲水一边反复揉搓，直到将东京薯里的淀粉充分清洗出来。想要获得纯度上乘的薯粉，合作社有着严苛的标准，光是沉淀就要重复3次以上。经过多次换水、静置、沉淀，直至上层的水接近透明，便可以倒水取粉了。刮去表层带色的粉末，如白雪般的淀粉块呼之欲出。然而，整个制作工序才完成了一半。碾碎的粉块还得用特制的网筛筛出颗粒均匀的细粉。以前在里前村，几乎家家户户会做东京丸，但这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让人望而却步。如今，只有村里的老人能熟练掌握整套制作技艺。制丸的环节，本地人称之为摇丸，这是个需要臂力和默契配合的工序。微湿的薯粉装进布袋，两人抓住布袋两端，配合摇晃，粉末在布袋里历经300次以上的撞击，形成小丸子。有经验的老师傅可以凭借摇晃的声音来判断丸子是否结实。听到那小小的就好，要不就抓点。最后一步交给冬日的阳光，经过3到7天的日晒，多余的水分充分蒸发，注入太阳的能量，晒干晒透后的东京丸可以存放几十年。历经7道繁复而细致的工序，一个个东京薯摇身一变，成为一粒粒可爱的小丸子。100斤的东京薯才能制成15斤东京丸，足以看出珍贵。在陈增灿的记忆里，小时候的甜蜜味道总离不开东京丸。煮东京丸讲究技巧，水煮到将开未开之时，一边搅拌一边下锅，以防粘连。传统中山人对东京圆因拢是变化，做时做菜，咩喜事就食落去，另外个就是咱无拍烧啊，也是家烧啊，大人就咱来食凉。搅拌间，白色东京丸如稀米般变得晶莹剔透，与姜薯搭配是最经典的潮式糖水的做法。煮透的东京丸口感软糯清甜。逢年过节，家人围坐，一碗东京丸汤，寓意团团圆圆，生活甜蜜。从果腹之物到制作精细的糖水，虽不是什么高档佳肴，但时至今日，东京丸依旧是潮汕人记忆中那一份沁人心脾的甜，更是无法割舍的家乡味。
坚守平凡质朴，在细微处雕琢生活，将平淡日子经营得有滋有味儿。正如岭南的碳水食物，尽显朴素中的丰饶，简单里的复杂。在看似平常的一碗粥粉面里，汇聚江河湖鲜、肉蔬干货。在耐心熬煮中化繁为简，滋味醇厚深远。一碗猪脚饭居然要蹲着吃才香，来搞包苦一碗吃。一个醒狮酥怎么就成了不忍下嘴的美味？看到的炸可能就5分钟，做的话就要5个钟。一条东京薯变身成小丸子，竟然要这么多工序。世间美食千千万，唯有碳水最解馋。老广的味道之碳水情缘。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。